头回觉得喘气儿还能这么舒服。喘气本来就舒服，吃饭、晒太阳、喝茶都很舒服。我真是不明白，老天爷造了人，又在地上长了庄稼，长了果子，让人解饿，又长出年华，给人取暖，为什么要杀来杀去的呢？你一个富户人家的小姐，哪里懂得这些？我不是小姐，小姐哪里会给人治伤？我爹是个书生。至少能吃上一顿饱饭吧。在我出生的地方，女孩还没长成就叫人买走了。男孩长到6、7岁，就得跟着爹下矿挖煤。我爹是因为矿洞塌方被埋在了里边，我2个弟弟是因为矿洞透水被淹死，最小的才4岁。我娘是借了高利贷，才勉强买了2口狗碰头的棺材，他们给埋了。什么是狗碰头？棺材板要是厚，那倒还好。可是穷人的棺材板都薄，埋的也浅，大雨一冲就冲出来了。野狗循着味儿过来，用脑袋把棺材板撞开，拖住里边的尸首，胡思乱想，最后都是咬得七零八落。我和我那2个哥哥拼了命的干，拼了命的干，也还不上他高利贷。什么是高利贷？那矿主知道我们缺钱，便引着我那2个哥哥抱着炸药去炸山，他俩躲闪不及，被炸死了。我娘心灰意冷，给我做了最后一顿饱饭，让我睡着，投河自尽。之后我便跟了义军，老兄弟们告诉我，这天下间穷人的苦都是因为那些王八蛋造成的，所以我发誓要杀尽这世间的恶人。可你们杀的那些无辜的人，他们跟你也没仇啊。这世上没有人是无辜的。好，我以后不再说了，你别生气，伤口裂开了就不好办了。这次委屈你了，回去的时候我会重重赏你的。有什么委屈的？你以后还是要上战场，还是会这样下来。我是个当兵的，打仗就是我的命。再说了，死了也好，死了就能见着我的爹娘和兄弟，好想他们。一梅，顾大哥，你爹让我把这个给你。哎，你爹怎么说？他让你尽早回去。你还好吧？哎，你这有刀子有剪子的，我真想干什么，何必藏在身上呢？还副将呢，胆子那么小。说谁胆子小了？你再说一遍来。行了，跟读书人斗嘴你斗不赢的，让他上前说话。上去说话。
将军，那麻绳和桐油，我知道了。听说你在徽州城里买了4000桐油，6车麻绳。是，徽州城里的桐油都给我买光了。言而有信，你这条命靠自己赢回去了。我看你身子也好些了，我想带着一梅先走了。该送他回去的时候，我自然会送他，无需多言。你守信用，我也守信用。我不是信不过你啊，我只是觉得，仗一打起来，你怕连自身都难保吧？把他拖出去。是啊，出去！哎，出去！出去！去！把药给我。将军。哎呀，但说无妨，他个木头脑袋，什么都听不懂。将军，其实这几天，外面的其他营的兄弟们也一直问咱们什么时候罢油。哎，有什么好问的？上峰的命令是让我们在这儿等船把人运过来，我现在船影子还没见着呢。可外面都说咱们的水师被朝廷给击退了。胡说！将军，啊，你这话听谁说的？这我逃回来的老兄弟们说的呀，说咱们水师反水了，这不是传闻，是真的。你看这风声传得多快啊！将军，咱们是不是成孤军了呀？这兄弟们都说咱们早就应该去围合肥，待在这个鬼地方，还不被人一口给吃了。把地图拿来。是。谁在我地图上写字了？祁门案情已失，长江上游洞开，现在往南，朝廷的军队就在那儿等着。你们但凡存一点后退的心，全军覆没，如何交代？那就打合肥。对呀，将军，打合肥吧，打合肥吧！打合肥上面没有派遣我们，让我们守在这儿，是给攻城部队缓解压力的。我们要是撤走了，朝廷的军队席卷，一下子把包围合肥城的义军反包了饺子，这个罪过谁来顶？我来顶。你顶？你有几个脑袋？将军，水师不会来了，我们就在这儿等着。人家马队来了，一个冲锋就把我们全都赶到长江里喂王八了。我们还不如去合肥加把火，攻下城来，大家发财。那要是打不下合肥呢？打不下来，要么扒了这身皮，要么换身皮。老子砍了你！将军，早就了，将军，我早就不想活了。我从我2个弟弟死了之后，我早就不想活了。来呀，砍了我呀！水师的事情我还在查。倘若水师真的败了，我即刻拔营。可在此之前，你们谁要是再蛊惑军心，老子一定砍了他！我知道，仗打到今天，大家伙心里都憋屈。可是做人都不肯活，做狗你们就舒服了吗？若是只为吃一口饱饭，你们何苦加入义军？何苦提着脑袋打仗？刚才说那些话，对得起死去的兄弟吗？倒退下吧。
没吓着你吧？打仗就是这样，要糊了。先生，先生，您不要担心了。明日我再去一趟军营。一梅她吉人自有天佑，平日里这么善良，连个蚂蚁都不敢踩死的人，老天爷不会亏待她的。你不能再去了。老虎和饿狼是不讲理的，今天不是你，他们不是改了本性，是你走运。我一个女儿搭进去了，你若再搭进去，我怕我是活不下去了。先生啊，别瞎想了。这天下的事儿，再大也打不过李局。他都已经救了那个将军的命了，还能怎么样？这个理儿啊，是人和人讲，人和畜生讲什么理啊？你看虎啊、狼啊都不吃自己的同类，人呢，专门屠杀奴役自己的同类，连畜生都不如。你的理由去找谁说呀？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，因为被抓走了，无非有几种情况。第一，完好无损送回来，这当然是上上仙、诸天菩萨保佑。第三，最坏的一种情况，尸体回来了，或者是连尸体都找不到。哎呀，我也很快就随他去了，可我怕这个第二。先生，我去军营救人的时候，3种结果我全部都想到了，包括你说的这第2种情况。我是这么想的：只要一梅可以安全的回来，她就还是你的女儿，还是我古平原的妻子。能在这乱世当中苟且活下来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再去追究那些事儿，
朝廷的钦犯，从流亡地逃回来的吗？那别人要问起我的话，一梅又要如何自处呢？先生，这些话平日里憋在心里，今日你问了，我才敢说。万一一梅，我希望你可以敞开胸怀，千万不要怪他，这不是他的错。这风有点大，就是眼睛都给迷住了。哎呀！观世音菩萨在上，小女白一梅诚心祈愿，愿山涧村的村民免受一切苦难，再无饥荒，茶园得以重建，保佑全村幸福和安宁。愿爹爹身体康健，百邪不侵。顾大娘和顾大哥母子团圆，再无分离，得偿所愿。这个，在这儿犯规矩，把它收好，莫叫人瞧见。你每夜伤最重的时候，我都在此为你诵经消业。菩萨大慈大悲，有求必应。我现在伤好的差不多了，你还求他做什么？我求他让你做个好人。好人。打湖州、打杭州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主将。经我手死掉的人，我自己都数不清。菩萨不会救我的。我会，我会，我会。若复有人铃铛被害，称观世音菩萨名咒，所至得者，须断多坏，而自解脱。若三千大将，成一者，多少？去，把那把甲的几个箱子通通打开。是。你随我进来。看看啊，这满屋子的财宝首饰，有没有你喜欢的？喜欢就拿走。
这么多？那可不，行军打仗那是要花钱的，我总不能让将士们喝西北风吧？我不说这些了，赶紧挑吧。我不要。不要，这些可都是好东西。哎呀，你看看这个，漂亮吧？你把它收好，将来你大婚的时候，兴许能用得着。好美啊！我帮你多挑几样。这是哪来的？哎呀，你管它哪儿来的呢？收着便是啊。当年戴这个头面的人一定很美，要不然配不上这么好看的首饰。他是死了吗？还是逃走了？他有没有被埋？还是尸骨无疑啊？这东西的主人是死是活，我真不知道。这满屋子的金银财宝，原先都是那些贪官污吏搜刮的民脂民膏，我征收上来的。收下了。你要送我东西自然可以，只要那东西是你的便好。我的？我就剩下这一口气一条命，我还得留着它领兵打仗呢。你就当成全我吧。救命之恩报答不了，我死了都难受。给。你要真想报答我，需要多爱惜自己。你这条命是我没日没夜救回来的，就算这有金山银山，能值得了你的命吗？等你伤痊愈了，送我回去，咱们也就两清了。我今日便会放你回去。我们要拔营了。去哪儿？去打合肥。一会儿，就顺着这条山间小路，一直向西，进行40里地。我认路。回去之后，莫要与人讲起我营中的事情，更不要告诉别人你替我治过伤，否则官家会说你通敌，你那些不明事理的乡亲，更不知道会怎么编排你。我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何须你来担心？好，我求你件事儿，成吗？怎么，还是想让我当一个惜命的好人？带上。这是我娘留给我的，我日夜拿着它祈福，从不离身。只可惜我手上沾的人血太多，就算带上它，我也一样会下地狱。到时候我到地狱来找你玩啊！驾！
怎么了？跑什么？有狗追你啊？白小姐回来了！白小姐回来了！白小姐，她回来了！三婶子，二嫂，徐燕。我回来了。爹，孩子，爹，爹，爹。玉梅，外面风大，回去睡。走，回家。走，回家。不能再拖了，我们就赶紧退了吧。再说了，老二可还没娶媳妇呢。哎，是呀，到时候别连累我们大家了。再说老大也不能被官府再抓了呀。去打听一下外面怎么传的，快去啊！白姑娘回来了，您都知道了，娘。本来还打算回来给您报喜呢。刚才李婶儿他们过来讲给我听的。啊，他们怎么说的？他们说他怎么说的？你干什么呀？凶巴巴的。娘啊，一梅这一次豁出性命给那个主将治病，那全村的女人才得以平安回来。但是刚才我看那些人的神色都不善啊，我不知道他们说什么了。他们说他委身南军主教，他可能过来是接他爹去南边享福的。你们是人养的吗？你干什么呀你？你要吃人呢你？不是，娘，你听我说，那个主将插一口气就死了。一梅如果不救他的话，全村的女人都要被屠。那人已经伤成那个样子了，治好了也是浪费汤药。他醒来以后能做什么？何来委身一说呢？还要什么逃到南边去？这帮卑鄙小人，我恨不得……你恨不得怎样？要杀人啊你？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人吗？娘，你要相信一梅。一梅等了我这么多年，那么一个柔弱女子，为了救大家挺身而出，这不是菩萨心肠是什么？那就好。看娘再问你啊，你若是官府来人了，他们如果要是问起来，你觉得他们会信吗？啊，万一他们说他通敌怎么办啊？那些兵老爷，他们不讲什么慈悲不慈悲，他们抓出来就杀。老大，
你如果信他，那你就带着一梅还有白先生，你们赶紧走。我不去，我哪儿也不去。好不容易才回来的娘。我半步都不想离开你。我是个人，我不是棵树啊，不想被人挪来挪去的。谁啊？老二跟人干起来了！二打一不要脸！哎呦！住手！住手！回来！你跟我一起揍他呗，哥！你听见他说的什么话？咋了？有种你再说一遍！人家不想说就不说，你告诉我。他们说白小姐和那个主将有染，那个满嘴喷粪的玩意儿，你看见了？他一个人留在军营里面，谁知道啥情况？你该回去问问自己的媳妇儿，她是怎么回来的。在军营里，如果白一梅不给那个主将治病，他们一个都回不来。你们一个个五大三粗的，自己女人被绑的时候，你们当时在哪儿？有一个敢跳出来吗？哪怕拦一下。现在在背地里，唧唧歪歪的，给人家女人泼脏水啊！你们还算是个男人吗？走。我打了你亲妈都不认识。他给他看病，那么有事吗？你们讲，遇到贼病，你们哪个不去？啊？再说一次！哥，人命官司咱不能吃啊！你不像我，你打人手没轻没重的。闺女啊，吃点东西吧。把门开开。哎呀，你听那些闲话还有完啊？哎呀，人不就那么回事吗？这个国家都没人管，谁还去问你那点事儿？先把饭吃了，别让爹担心。嗯，听话。先生。哎呦，不是你们兄弟俩这是上了战场了？这是？不是你。先生，我娘有请。啊？我娘有请。嗯，我马上过去。哎呦，老二啊，来，扶我一把。我来扶您。哎呀。他不肯出来，你帮我盯着点儿，莫让他寻人断剑。嗯，明白。老二啊，走。一梅，一梅，你把门打开！你真想把你爹气死啊？有事说事，关这个门干什么呀？一梅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不舒服。
你说说，我听着。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没有人会信我的。我信啊，我信你。我亲眼见过你有多勇敢。一梅，咱俩之间不问信不信的话。早知道这样，不如当时死在军营里。你别说气话了。这不是气话。你这不是气话是什么？那我问你，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，你是不是还会跳出来救他们？乱世救人，什么时候还指望过能得回报？他们不感激你，你就不救他们了？我知道，可我就是太生气了。我明白，人心歹，狗不吃。在宁古塔的时候，我想着，只要出来就好了。等到了这里以后，才发现，日子更不好过。比起流放地的那些热血汉子，这里的人，顾大哥，我还没有问起过，你流放那几年的日子过得好不好？倒让你先问起我了。怎么能好呢？被流放的第1年，被派去淘金。那河面上冰雪还没化呢，2个脚往里头一扎，好像同时有1万根针刺向我的脚面。那种感觉啊，死去又活来。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，我跟我自己说，只要我活着，我总有机会能和你们见面。苦了你了，一梅。活着不易，见面更不易。你爹刚才跟我说，怕你轻生。你知道被抓走的这些天，他老人家1条命已经丢了半条了。你回来还想继续下台，你真不顾他的死活了？我知道了，我是小孩子气。一梅，在那边的时候，我经常一个人躺在雪地上，看着雪花像被子一样慢慢把我覆盖。我就抬头看天，我就想啊，在这同一片天底下，你们在干什么呢？或许你已经起床了，在烧水了，准备给先生冲茶了。或许那些小孩子们吵吵嚷嚷的来学堂了，你得拿这个鞭子挨个敲他们的脑壳，他们才能安心背书。顾大哥，一梅，顾大哥，我不会气我爹了。我想自己待着好好想想，事情实在是太多了，我先休息了。亲家，流言如刀啊！这孩子怕是体无完肤了。我刚才劝他，我说你带着一梅、白先生天南地北的一跑，他竟然不干，我也实在没有办法了。你劝劝他吧。
我去劝他，谁来劝我呀？何况就是我们逃走了你和老二呢，那是一定会受到牵连的呀。我们都走了，祖宗的坟还在这，地在这，茶园在这，谁来照顾啊？我们逃出去，又能在哪儿落脚啊？难不成这一把年纪要我们跪地乞食为生啊？娘啊，白先生，老二，去烧壶水，给白先生泡茶。老大，刚才我跟白先生商量了，想听听你的意思。我的什么意思？娘，您坐。你跟一梅逃吧。啊？娘啊，咱们不都说好了吗？我哪儿也不会去。一梅跑了，你让白先生怎么办？我如果跑了，谁来照顾您啊？咱们家还有茶园呢，我还答应过老二，要教他做生意呢。好，哥，我去。你去什么去？你去哪儿啊？行，去，把白先生和娘都带上，咱们全家走。你怎么那么固执啊？娘，你不是要问我的意思吗？我有主意了。那你快些说。我想过了，我要和一梅大大方方的成亲。虽然我们两家都不富裕，但是这个婚礼我要好好的操办。我就是要让全村都看到，我是他的男人。我知道这世上，只要一梅懂我，我懂她，这就够了。碍着别人什么事儿了呢？等到收茶炒茶的时候，大家忙作一团，谁还有功夫传这种闲话？但是如果我们跑了，那就把这个谣言给坐实了。他们觉得我们是因为心虚，我们才害怕，因为害怕所以逃跑，搞不好在背后说我们全家都是反贼呢。哎呦，真是老糊涂了。咱们俩先把孩子害了。你是道理一说一箩筐，谁也说不过你。就算你都说对了，我和白先生还有多少年可以活？你跟一梅要好好的生活才是真的。娘啊，我跟一梅的好日子，就是在家里好好服侍您，好好服侍白先生。白先生，您觉得我说的对吗？哎呀，老嫂子，亲家母，这会儿啊，我可不听你的了。小时候我教他读书的时候就知道，这孩子主意大，谁也说不过呀。咱呐，就听他的吧。我回去劝一梅开怀，给他置办嫁妆。先生啊，您是明白人。哎呦，平原啊。哎，老二，跟我下山买彩礼去。你这轿子也太小了吧？抬只猫还行，能抬人吗？新娘子嘛，那一会儿就得了。要是抬二爷您啊，那肯定是不成的。不过这2台的轿子它就这么小，你要有钱，咱看看那4台的去。是大方点，不过我这钱都算得好好的，2台的小轿，6个吹鼓手，2个执事，2个迎亲太太，2个接亲太太，12桌酒席，差1分都不能少。你可别坑我啊！哎，您放心啊，小店的轿子可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。轿夫要刮头，没问题。衣服也得换新的。得嘞，这马上不就要太平了吗？
你说我还能厚着脸皮赚您的钱不成？就他了。得嘞。要糊了。先生，请柬都已经发出去了，山下的厨子我也打好招呼了。我想咱们还是要以俭省为要。嗯，对对对。他还好吧？他有没有病没晒得这么不好啊？哎呀，女孩子嘛，听到这些事儿自然害羞。要是过去你来了，怕是早早的就跳出来了。你看看现在，茶都不送一杯。哎呀，让他给我加些水来。先生让我来加点水。那姓李的将军没有打你骂你吧？没有。他为什么要打我骂我？他把你害得够呛，我想想就生气。你想说什么？一梅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问。我没有。我们是不是还有些话没说完呢？哥，你是不是累了？要不你先回去休息会儿。这2天什么手册的？怎么了？我总感觉一梅她不同了。在我记忆里，一梅是不怎么说话的。偶尔说那么2句吧，轻声细语，软绵绵的。但现在整个人变得很硬气。说的那些话吧，好像都在理路上，但你细听又不是那么回事。但我偏偏还驳不倒他。那这就是见过世面了。你别说他了，那就说我吧，我现在都逢人就吹，
我和我哥在军营里7进7出的，不输赵子龙，赛过张翼德。胡说八道吧你！关键是什么？我总感觉他现在对我说话就是很客气。什么叫客气？就是客客气气的，很有礼节。总感觉听进不起来，中间差了那么一些。这就是你不讲道理了。你这一走那么多年，这刚回来，他家里又出了那么大的事情，你让他跟你能有多亲近啊？不是，我跟他自幼相识，一起长大的，我能不知道他什么样人？就好比上次，我拼了老命啊，到军营里边去救他，他一见着我让我先走，他要留下来救那些伤兵啊。这次回来更夸张，他看我的眼神，就好像陌路一样。也不是陌路吧，比陌路人稍微好那么一点点。现在苏州、杭州都被占了，根本买不到什么好的绸缎。那绸缎庄里挂的都是洋人的玩意儿，跟兽医似的。我愣是转悠了2天，什么也没买到。最后就打了点银首饰。那嫁衣怎么办呢？姑娘出门子的时候，那件红色的嫁衣总得要有吧？你总不能让她穿着布衣。就算是白先生答应了，那白姑娘也要被你活活气死啊！那，你出嫁的时候买得起嫁衣吗？说起我的嫁衣，当年便没有几个像不知道的。苏州府的好绸子，扣子是珊瑚的，那个红要比嫁衣的红再深一点儿，脚下的裙子用的是福山寿海纹，绣着海怪，手里捧的是珠宝，那个珠宝是用真的珠宝绣上去的。娘啊，你莫不是？莫不是，我疯了，我在说痴话。哪里没有？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是你爹把家里藏的字画卖了。他喜欢体面、热闹，不愿意委屈了我。我爹待您可真好。我不是要让你学你爹，我那个时候年轻不懂事，其实穿一件普通的嫁衣也挺好。非要不该得到的东西容易生祸。是啊，医美也不挑，我觉得布衣也无妨。真的吗？您别这样看着我呀，真的。那你得去问问啊，姑娘对你再好，你连件像样的嫁衣都拿不出来，她还不挑剔，这不对劲儿啊。他也不是不挑，他就是什么都没说。那我觉得吧，我看呢，他的心思啊，不在成亲上面，缓一缓，顺着他的意思缓一下。那白先生身体是越来越糟了。孩子，父母是半辈子的事儿，夫妻才是一辈子的事儿。你莫求我们高兴，你们圆满才好。咚咚咚咚咚，呛得里劲。爹，你干什么？
哎呀，闺娘，你扶着我的腿，扶着我的腿。爹，您下来，我来拿。哎呀，算了，扶我下来吧。好。哎呀，真是没用啊！哎呀，爹，您干嘛呢？您要什么我来拿。你拿不动，等一下把工匠兄弟喊过来，帮我去。这些都是这么多年给你攒的嫁妆。哎呀，女儿啊，来坐。你是大人了，可别整天口无遮拦的。虽然两家离得近，你嫁过去别一趟趟往家跑。你婆婆是个明事理的人，好多事儿啊，我听着都服的。平原这孩子也不敢给你气受。真要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啊，多跟婆婆商量，记住没？爹。哎呦，总算等到这一天了。那天那小子跟我说马上准备成婚，我觉得我立刻死都值。好，您是觉得我不孝吗？这么着急赶我走？闺女啊，你刚才说的啥？我没想成婚的事情。等了这么多年，啊，那小子亏欠你，他知道他会对你好的，爹，他不亏欠我，我也无需他如何对我好。这世上谁欠谁啊？您以后别这么说。您要是觉得我现在成婚好把我轰出去，那就成婚吧。是不是您听别人说，所以着急把我推出去？您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啊？不是，你说的这是什么话？你是我亲闺女，我能信他们的吗？平原那孩子命都不要了啊，一趟趟的往军营里跑，我们不都盼着你好啊？不是，你这孩子气死我了！你，不是你怎么就这么别扭？你看看这些东西啊！东西，爹，你看看这些东西，你看看这些东西。爹，别下来！我不要你。爹，爹，这孩子，这怎么就别扭上了呀？爹，我错了，行了吧？这孩子，你看看这些东西啊！你看看这些东西，都是每年从嘴里抠出来攒的，怎么能说是我往外赶你啊？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呀？气死我也没说不嫁呀，爹，你跟我说什么气呀？朝廷王师到此，李站子，
站着，这儿呢，总爷。我先过去，我先过去，我先过去。总爷在呢。听着，每天出50个男丁，修理大营外边的壕沟，再准备50个挑夫子，准备马草。将军说了，兵不进村，不饶你们。朝廷往事，那是真往事。马上给您准备。是这样啊，兄弟们千里迢迢的提着脑袋到这儿来了，就这么白着？哪能白着呢？我这不得回村里跟老百姓商量一下。哎，您说这些年这地界上，就跟拉锯一样，打来打去，茶园子都给烧光了。我也想犒劳一下这些大兵啊，可他手里边也得有啊。过来，走，老头，不是，人要也提点。这么些年打来打去。每个村总有那么几个跟反贼交好的富户吧？这些人的罪是要办的，轻则流放，重则踏杀。老兄啊，该谈就去谈，为了保住你这条狗命，不多出点怎么成啊？走吧，也等你了。啊？走啊！哎呀，这，哎，来，先生，慢着点啊！好，快去叫郎中啊！再晚片刻，以后都起不来。好。爹，哎，你别担心，我吓唬老二的。先生是被痰迷了，堵了心脉了。先生不怕啊，郎中很快就来了，给你扎几针就没事了。你别我啊你啊的，你别在这哭哭啼啼的了，到外面去等我。先出去。先生，没事啊，没事，郎中很快就来了。哎。怎么了？刚才怎么把他气成这样？你们，你别看他现在眼睛闭着，那耳朵心里面可清楚明白着呢。回头你多跟他说一些安心神的话。你再顶撞他，不是把他往死路上逼吗？你叫我出来做什么？我若死在里面，你们不都安静了？怎么又说这话？我要是不把你救出来，先生他早就驾鹤归西了。我要是有一点连累我爹，我真是死不足惜。我该怎么办啊？什么叫死不足惜？年纪轻轻的，你是被人拿刀架在脖子上掳走的，你有什么错？要错也是他们的错，自己没本事跟朝廷对抗，跑到我们这里来耀武扬威，绑架一帮妇孺，算怎么回事吗？要我说死不足惜啊，那些人才是死不足惜。白先生，白先生，哎，徐越，哎，古大在这儿呢，哎，白先生呢？刚才被痰迷了，一时半会儿醒不了。你有事跟我说。哦，来，你看，我就当个小小的里长，我就想让乡里边安静一点。你说东边来的拿我不当人看，西边来的也不拿我当人看，我说了什么？这古大，你可别怪我。你讲。大总让我在村子里找通敌的人，你说这年头逃都来不及，我去哪儿给他找通敌的人啊？但是这题目一看，我总得有下文吧。所以，你就到先生这儿来找下文了。古大，你不能这么说话。我也是跟白先生学过天地军情师的人。哎，那我要这么干，老天不得拿雷劈了我？我是找白先生想个法子。
人命关天，你快点！人命关天，你快点！鞋掉了！哎呀哎呀哎呀！这个猴崽子！老二，别都别扶我，我自己能行，我自己来的。行行。哎呀，慢点儿。哎，哎呀，这，哎呀，不是，顾大去哪儿啊？你不是要找我说吗？不是，我找白先生有事儿。不是，你这带我去哪儿？这是。草民古平原，拜见乔将军。站起来。大人，说。大人，安徽这几年日子过得很苦，来回的拉锯战，乡间的精华都给榨干了，我们真的什么也拿不出来。乡里人觉得我有点办法，就派我过来和将军您商量商量。朝廷欠的饷，一连几年都不给，让我这帮兄弟们提着脑袋去卖命，家中的老小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这套牢是躲不开的，抓几个通敌的打一打，钱不就出来了？怎么？你也通敌？大人，现银是真的拿不出来。叛军一把火把我们的茶园全部烧光了，村民们刚刚变卖了家当，买了新苗，要过了清明再收上一茬，卖了茶叶，这才能有进项啊！你还让我等你把茶叶长出来卖掉？你怎么不说现在就成婚，把孩子带大了当兵？笑话！妈！记住，给我压下去，等我破敌归来再说。传我军令，连夜拔营。有火引子没有？有。去取来。哦，再带个小炉子来啊。火炉子，你这毛什么？这拿开！你再把我这东西给弄坏了哦。起来。先生。哎，放下。我这味药啊，是以龙胆、麝香再混制松油调和而成。能够通七窍、安脾胃，一闻就醒。爹，爹。先别忙说话，尝试动动自己的双手和双脚。梁氏为人啊！多谢先生。日后啊，要多带病人出去走动走动，多晒晒太阳。这病啊，发的时候凶险，积痰吐出来也就无碍了。这是我给你开的方子，你呀就照着这方子上去抓药吧。此药在徽州城之中一定会有，只是不知道那里是否还在打仗啊？啊，打仗？
没听说吗？早就不打了。这官兵追到柳湖镇，杀了好多人，把他们那主将都给杀了。啊！哎呀，有了肉骨头啊，这狗就不叫了。他们立了那么大的功，总不会再找我哥麻烦了。哎，先生，这东西那么香，你给我一个行不行？哎呀呀呀！不要动老夫的东西，拿来拿来。爹，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老二，老二，顾大回来了！顾大回来了！老二，顾大回来了！顾大回来了！在那边。老二，你慢点，你快点！我跑不动了。哥，哎，别碰我，疼！哎，顾大，你可回来了！哎，那些当兵的大爷们呢？打了大胜仗，拔营去合肥了。啊！哥，你这手，哎，赶紧跟我回家吧。你娘一天问你800次，我就骗她说你下山买彩礼去了。我这样子像是买彩礼吗？你跟他说，我把彩礼买回来，送到白先生家，吃了晚饭以后再回去。到了夜里，他眼神不好，糊弄一下也就过去了。白先生怎么样了？你自己看看吧。你一出事啊，他老命急得只剩半条了。一梅，来了。白先生呢？你的手怎么了？哎，别提了，哎，他们把我绑了起来，怕我跑了。先生，我回来了。别说话，别说话，躺下，好好休息。好好养病，等病好了，我们再筹划婚事。哎呀，好。先生这身体啊，看起来好多了。上午扎的针，突出胸口肌的痰，身子就不抖了。囊中说需连续10日方可去根，幸好2兄弟跑得快，这种病再迟些就是垂危。咱们先生有福啊，好日子啊还在后头呢。一梅，走。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，我们准备走。走？我给你和先生套辆马车，准备下山。
你怎的突然说要走？现在情况有变，你若继续留在这里，只怕会很危险。我爹还要扎针，大不了连郎中一起带下山。老二说他在山下有个朋友，离此30里地有间大宅子，你们先躲到那里去。若风声还是那么紧的话，再换别的地方。总之，山西我也有朋友，京师我也有。天底下那么大，哪儿不能活人呢？但什么时候这场仗打完了，我再把你们接回来。朝廷的兵现在越聚越多，有一点风声传出去，那就是毁家灭族的罪。等那个乔大人回来，若再有什么坏心眼子去他那里嚼你们舌头，你们全得完蛋。顾大哥，你在这里等我，我有样东西要给你。我爹让我把这个给你。一梅，你把这聘帖还我，什么意思？这门婚事不认了是吗？顾大哥，你这话委屈我了。我爹要了笔墨写上去的，你看看。